漫威到底有多气？细节一：众所周知，蜘蛛侠具有极强的吸附能力，一栋楼那是说爬就爬。然而在第三代蜘蛛侠身上，这项能力更是得到了史诗级加强。当彼得大战山寨版复联时，如果现在我将镜头慢放，就能清楚看到，蜘蛛侠实际上是用脚吸住了敌人，随后便将其甩出。另外，当彼得被先进武器控制漂浮在半空时，从这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，小蜘蛛甚至将地板都粘了起来。由此可见，这代蜘蛛侠的吸附能力是真的顶。细节二：英雄远征不仅作为漫威第三阶段的收官之作，影片内更是有着许多致敬了复联4里那些陨落的超级英雄，令人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丧尸钢铁侠。然而这里不单单只有致敬钢铁侠，实际上还有在复联4中牺牲的黑寡妇。如果你仔细观察钢铁头盔上的蜘蛛，就会发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黑寡妇蜘蛛。细节三：在复联4中，托尼戴了一副眼镜，名叫伊迪丝。如果将这5个字母拆分解释，便得到 Even died, I'm the hero。翻译成中文则是即便我死了，但我仍是英雄。回想托尼一次次的拯救世界不求回报，到最后为了大局牺牲自己，不禁让我们泪目。细节四：当灭霸打完响指后，全宇宙一半生灵都将逐渐抹去。然而小蜘蛛在朔灭之前，其实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他抱着托尼爸爸，并说道 I don't want to go. I don't want to go, sir. Please. Please, I don't want to go. I don't want to go. 彼得之所以可以提前预料到这种危险，那是因为他自身具备了蜘蛛感应。这一幕不禁让多少影迷悄然泪下。细节五：我们都知道，托尼最初是靠胸口的反应堆来维持生命。虽然在钢铁侠3里他彻底治好了自己，但在复联4终局之战中，当托尼将弧形反应器交给美队时，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看到，之前的旧版本疤痕仍然还留在此处。不得不说，漫威的连续性确实很到位。细节六：一般情况，托尼喊小蜘蛛侠是这样 You're the Spiderling, crime-fighting spider. You're Spider Boy. 这样。不过在复联3里，当小蜘蛛快要从圆环飞船掉落时，托尼第一次叫了他的名字。Pete, you gotta let go. I'm gonna catch you. 可见托尼当时是真慌了，完全没有心思来开玩笑。果然小蜘蛛才是托尼的最爱。细节七：在美队3中，钢铁侠和史蒂芬一开始因理念不同，再加上陶总帮助冬兵阻止托尼复仇，这也导致两人的关系最终破裂。不过在片尾，斯坦李老爷子送了托尼一个快递，然而这正是美队寄来的，里面有一部老年机，这点也寓意着尽管美队离开了，但依然可以随叫随到。画面来到复联3，由于紫薯精即将来临，班纳就劝托尼放下之前的恩怨，呼叫美队归来。然而托尼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还是从怀里掏出了手机。没错，这正是美队送给他的那部，实际上他一直都带在身上，这点也足以证明托尼早已放下了当年的恩怨。细节八：复联3与复联4在电影世界已经过去5年，然而这段时间美队经常会与朋友聚在一起唠唠嗑，其中就有一位眼镜男滔滔不绝，而他正是复联3和复联4的导演乔罗素。另外还有一个光头老人，他实际上是灭霸的创造者吉姆史达林，将他拍入复联4或许也是一种尊重和留恋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美队的朋友原来个个都是大佬啊。细节9：漫威迷可能都知道，灭霸其实有很多不同颜色的皮肤。在复联1结尾，灭霸首次登场时皮肤是暗紫色，银河护卫队1里又变成了浅蓝色，复联2彩蛋中是淡紫色，最后在复联4又变成了深紫色。不愧是漫威铺垫了10年的 BOSS， 对皮肤颜色的调整都这么讲究。细节10：美队3里，罗斯逼迫复仇者签下索科维亚协议。现在请注意这几人的座位，右边这一排人在复联3中不是被灭霸扣了黄钻，就是灰飞烟灭，而左边这一排则全部幸存。至于钢铁侠，他坐在了远处，这像不像在复联3里托尼独自坐在泰坦星悲伤的场景？